这次来这个巴塞罗那呀，碰到了一个 open house， 现在我们去看房。这个地方是大师设计的，这个地方呢又是独一无二的奢华，它融合了优雅的奢华的设计，为您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生活体验。它有宽敞豪华的生活空间，它有顶级装修的材料，无敌景观，一流的设施和便利，还有安全，还有隐私，优越的地理位置，还有非常超值的投资的价值。怎么样，感兴趣吗？来吧，米拉之家。这一期我们要介绍一栋巴塞罗那著名的建筑。如果形容它所有的尖角啊，它在这个建筑上会消失，所有的物体都会显露饱满的曲线。这个阳光从四面八方射入到房间，你会想到是什么建筑呢？触手摸一下米拉之家，好好摸一摸。哎呀，这质感，这质感啊！条纹，哇，天哪！1906年到1912年，我们这个参观开放的这个房间啊，就在6层。这些门的这个黄铜把手是非常有质感的。视频中我重新编排了顺序，从正门进入，这样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其房间的这个布局。这间被布置成20世纪初期巴塞罗那民居的这个样子。房间里摆着当时的这个家具啊、器皿啊，浴室里啊还有淡绿色的墙面，仿佛还能闻到薄荷香波的清新的气息。这里的这个顶楼和屋顶的阳台对外是开放的，那么就紧跟着我的这个镜头，咱们慢慢欣赏吧。那紧接着呢，就来到了1905年，巴塞罗那的富商佩雷米拉打算跟一个富有的寡妇结婚。这位夫人死去的丈夫曾在美洲殖民地挣得了大量的财富，一场上流社会的婚姻总得需要一处豪华得体的婚房来匹配了。而这个米拉先生恰好十分喜欢谁的房呢？不远，巴特罗之家的房子，对吧？这个建筑师高迪的作品呢，也颇受上流人士的好评。于是米拉先生在离巴特罗之家10分钟步行的这个路程啊，也买下了一栋房子，并聘请高迪为建筑师。高迪决定推倒这个房子，重建一座全新的大楼，并在他位于圣家堂的工地上的工作室里啊，画出了第一个设计草稿。嘿，你别说，这个大楼建得倒快，从1906年就开始建，1910年基本就建完了。这个米拉夫妇于1911年就入住了。你说这效率是不是特别高啊？比这个圣家堂高出太多了。都2023年了，这圣家堂还没有建完呢。我只能说这个有钱能使什么来着？咱就不说了啊。当时在建造这个米拉之家的时候啊，这个人们对它的建设都有极大的兴趣。有关他的各种报道啊，也纷纷发表。文章称，高迪决心满足现代的生活需要，不让材料的性质或阻力成为限制其行动自由的障碍。文章还将柱子的结构描述为是一种创新，它将带来宽敞明亮的空间。米拉之家这个波浪形的外观，这个外墙啊，是由白色的石材砌出来的。这个扭曲回绕的这个铁条和铁板构成了这个阳台的栏杆，还有宽大的这个窗户。这个大阁楼啊，由270个拱门支撑，
一走近仿佛就进入了鲸鱼的腹部，所以它的名字叫做鲸鱼阁楼。如今这里被改成什么呢？高迪展区，展示着这位天才建筑师的生平和作品，当然也有他创作的灵感来源的展示啊。米拉之家设计的特点啊是什么呢？它本身的这个建筑的重量完全是由这个柱子来承受的，不论内墙外墙都没有承受建筑本身的重量。建筑本身呢是没有主墙的，所以啊，它内部可以随意的隔间改造，建筑呢也不会塌下来，而且可以设计出更宽大的窗户，保证每个房间的采光。最重要的是，没有一间房是正方形的，没有方方正正的，完全符合什么呢？高迪曲线属于上帝的设计理念。于是呢，有个流传的笑话，怎么说呢？就说有一个女租客向高迪抱怨，这样的曲线构成的房间，我不好摆我的钢琴。而高迪则回答，那你就去改拉大提琴吧。虽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也说明当时的这个年代，米拉之家的这个设计理念是非常大胆的，也是非常先进前卫的。大楼在建造的过程中啊，是十分复杂的，也充满了财务和法律的问题。随着工程的进展，高迪不断地改变他的项目，以塑造建筑的外观和结构。他的设计远远超出预期的预算，而且没有遵守市政厅的建筑规范，建筑体量不合法，阁楼和屋顶超出了允许的最大的限度。外墙一根支柱占了这个格拉西亚路的部分人行道。经过一系列的拉锯战，最后委员会证明该建筑属于纪念性建筑，无需严格遵守市政的细则。米拉夫妇与高迪就费用的问题争论不休，甚至为此对簿公堂。最后怎么着？高迪赢下了这个官司。高迪的个性非常特别，他对修复工作投入的精力不次于对新建这个建筑的投入对水利工程的重视程度也不次于对建筑工程的重视程度。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你看，这个里面就说的是贵尔公园一入口的那地方有个雕塑像，糖果屋、雕塑像，然后后面是什么呢？后面就是那个大平台，下边是几根大柱子，对吧？大家都有印象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在这个西巷，你就能知道西巷是干嘛的呢？西巷它引来的是雨水，这雨水是从哪来呢？好，我们就看这个贵尔公园最有名的西巷，就是这个来收集的雨水。这个呢，上面是哪儿呢？它就是那个大平台，就是特别有名那大长椅子，特别烫屁股那个，我上集说的那个就是那个走路那地方，它是砂石路，它是来收集雨水的。它经过循环利用，从这个溪的嘴里流出来。你看这样设计既环保又独具匠心，点赞。1900年，格拉西亚大道呢是巴塞罗那最重要的大道，在这里标志性的建筑呢，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有最好的剧院、电影院以及最高档的商店、饭店，还有咖啡馆。这条大道呢，也是最富有的人和最有野心的资产家相互争夺建造属于自己住宅的那么一条大道。所以呢，他们当初都会委托最著名的这个建筑师来完成自己的项目，这也对嘛，这个任性嘛，对吧？所以呢，什么都要最好的，最好的路段，最好的设计，最好的食材，最好的装修等等所以呢，这很正常，是吧？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模型，大家眼熟吗？米拉之家有个流传已久的别称，叫做采石场，就是觉得这个大楼像一片被挖出许多洞的山岩。米拉之家的内部每一户都能双面采光，光线由采光的这个中庭和外面的街道这面的窗户能够相互的呼应。这个建筑啊，真是让人可以发挥这个想象力啊。当你看到它的时候，那你会觉得非常像非洲原住民在这个陡峭的悬崖上所建造的这个洞穴。也有人觉得像海浪，有人觉得像退潮后的这个沙滩，有人觉得像这个蜂窝的组织，有人甚至觉得像什么呢？像这个熔岩构成的这个波浪。还有人觉得像蛇窟，有人还觉得像沙丘，甚至还有人说什么呢？像寄生虫的这个巢穴。真的，这个大家的想象真是怎么拦都拦不住啊。在这个展厅里，我们看到的这些展品，就可以了解到高迪的设计灵感的来源。原来他是将众多的物品通过艺术设计巧妙地把它们结合到了一起。楼顶是一个奇幻的世界，这个你说，好好的这个楼顶怎么设计出来的就像森林一样的呀？你看还有什么呢？设计的像这个大海的这个波涛一样的，这个造型迥异啊，各式各样。什么？你看这个烟囱啊、水塔呀，都坐落在这个起伏的这个波涛中。每一个通风管道和烟囱都像一个栩栩如生的这个塑像，有的就像披上全副盔甲的这个战士，有的像神话中的怪兽，有的呢像这个教堂的大钟，有单个的，也有几个一组的，错落有致，极富动感，非常奇妙，彻彻底底颠覆了我对楼顶的认知。对呀，谁家楼顶这么设计呀？你看在这里啊，夏天的时候啊，这里还举办过这个音乐会。你看大家伙实际上都是可以坐在这个台阶上的。米拉之家这座独特的建筑，以建筑师和业主之间的关系，成为当时这个巴塞罗那人的这个许多幽默刊物嘲笑的对象。你看这幅漫画刊登在1910年，当时米拉之家的外墙建设工程已经接近了尾声，这里描绘了一座带引号的梦幻般的建筑，外墙的圆形凹陷变成了黑洞，各种生物从里面爬进爬出，不仅有鳄鱼、老鼠，还有蛇、刺猬、猫头鹰，还有海怪。这个建筑的顶部有2条蜿蜒的线条，与漆黑的天空交相辉映。屋顶、露台、烟囱、通风塔和楼梯间的出口，从奶油山变成阴险骷髅金字塔。你看看，这个作者在这个画作的下方写道：中世纪建筑的典范，介于巢穴和坟墓之间。你看啊，这个第2幅体现了建筑师和业主之间的争执，尤其是高迪希望用圣母子的塑像为建筑加冕。当时米拉看到建筑模型时，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米拉夫妇不敢在这个建筑的顶部放置宗教的雕塑，因为他们担心会引发更多的反教会的骚乱。你看这个漫画家画的这个米兰之家，这个鳄鱼和巨大的老鼠从这个窗户里探出头来，飞檐上的标语呢写着这座建筑是神圣的，当然是讽刺的了。在这个上方巴达洛顶上，一个身着腰部挥舞着鞭子的米拉和一个头戴鹅卵石头盔挥舞着锤子
扯着米拉头发的这个高迪打了起来。漫画下方的标题写道：圣母会为起义的纪念碑加冕吗？高迪和米拉谁将胜出呢？这些漫画既是讽刺也是挖苦，只能说唯有在时间的长河中经得起考验的作品才是最伟大的作品。这些高迪做到了。米拉之家曾多次为许多电影做这个外景或背景，其中瑞士电影的瑰宝叫香迪戈尔的陌生人就是在这里拍摄的。该片于1967年在戛纳电影节首映。米拉之家是高迪设计的最后一个私人住宅，它占地1323平方米，有33个阳台，150扇窗户，3个采光中庭，6层住宅，1层顶楼，1个地下停车场，共有3个立面，2个正门的入口。米拉之家的1楼呢是出租的店铺，2楼叫做主楼，屋顶挑高。在米拉夫妇在世的时候呢，他们就住在这一层。3楼、4楼、5楼、6楼是出租的公寓，出租的每一层楼的这个隔间布局都不一样，最大有600平方米，最小的也有290平方米。这里的租客也是非富即贵的，有这个使领馆的要员，有明星，也有企业家，甚至还有埃及王子，他的后宫也搬到了这里。当时这位王子拥有大量的随从你看这个楼顶有30个奇特的烟囱，2个通风口和2个楼梯口，塔状的楼梯口的形状最大，螺旋楼梯里实际上它是暗藏的水塔的。如今这个高迪的作品栩栩生辉，有的甚至光芒四射，所以我不能忽视他任何作品的细节。高迪的每栋建筑里边都藏着一片什么呢？自然，是吧？圣家堂藏着森林，贵尔公园藏着蜥蜴，还有蛇和花儿。这个巴特罗之家呢，藏着龙与海洋，而米兰之家藏着是沙漠与绿洲。自然最美丽，又隐蔽，危险又充满着无穷的魅力。你看，在每个层面上都被设计得面面俱到，这些呢，都被高迪完整的挖掘，精心的在展现。人类是来自自然的人类，无论是住在多么的车水马龙、多大的 CT 里，人类依然渴求自然，并且在最自然的建筑中找到最终的归属感。现在我们从这个顶层，然后呢往下走，这个楼梯旁的这个墙壁上，上半部分被涂成了绿色，下半部分则是用波浪形的棕黄色，正如漫漫绿洲与起伏的沙丘。我想高迪的每栋建筑里边都藏着一片什么呢？自然。旁边的建筑呢，形成鲜明的一种对比。所以说，旁边的这些建筑呢，也非常有特点。但是呢，你看，当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建筑风格有明显的这种区别。我想高迪的作品不属于时尚或转瞬即逝的瞬间，
但他的作品会流传经典。现在我们走到比较远的一个地方，看看这个米拉之家的一个全景。距离这个米拉之家不远，大概只有400来米。然后顺着这条道一直往前走，就是巴特罗之家。现在我们去巴特罗之家再打一个卡。